你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肚子上的肉越多，走2步就喘不上气，胸口天天像压了块石头。千万别以为这是年纪大了发福，是正常现象。我今天跟你说句透底的话，这根本不是胖，是你身体里的气漏了。老祖宗讲气浮于上，命根不稳。你们要晓得，我们人啊，就像一棵大树，年轻的时候气血全都在脚底，在下盘，所以年轻的时候跑1天都不累。为什么？根扎的深啊，老了呢，树根枯萎了，气血全往上跑，跑到哪里？跑到肚皮上，跑到胸口，跑到脑袋上。所以你看老年人腿脚发软，走2步路就大喘气，肚皮大得像个水缸，脑袋里天天胡思乱想，晚上还整宿的睡不着觉。这叫什么？这就叫头重脚轻。你这棵树的根基已经坏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人的命啊，全在这口气上。可是你们看看现在的人，特别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人，呼吸短促得不得了，气只能吸到嗓子眼，最多走到胸口就再也下不去了。这就好比家里生炉子，火全飘在最上面，底下的柴火全是湿的、冷的，火烧不到底，你这口锅怎么能热乎？你的5脏6腑怎么能得到滋养？所以你天天觉得累，觉得身体到处痛，去医院又查不出什么大毛病。我认识一个老李，刚好60出头，退休没2年。这老李啊，年轻的时候是个拼命三郎，为了养家糊口，天天在外头跑业务，应酬多，脾气也大，动不动就跟人急眼。按理说现在退休了，儿女也成家了，该享清福了吧？不，他现在比上班的时候还受罪。怎么受罪呢？他那个肚子啊，挺得老大，硬邦邦的，脾气越发暴躁，在家里看谁都不顺眼。老伴儿多说一句话，他一拍桌子就能骂起来。最要命的是，他天天觉得胸口闷，像是压了一块几百斤的大石头。下楼买个菜，走上3楼就喘得跟拉破风箱似的，额头上直冒冷汗。老李害怕了呀，觉得这肯定是得绝症了，不是心脏坏了，就是血管全堵死了。儿女带着他去最贵的大医院，从头到脚查了个遍，折腾了1个多星期。结果医生拿着厚厚一沓报告一看，说大爷，您没啥大毛病，您就是太焦虑了，回去多休息，放宽心就行。老李一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气得直跺脚，吼道：我天天胸闷得像鬼压床，走平路都喘不上气，晚上冷汗把枕头都湿透了，你跟我说没病？你们这医院是不是骗人的？他觉得医生根本就是在糊弄他。其实啊，人家医生没说错，他这真不是什么器官坏了的实病，他是命力漏底了。你想想看，老李大半辈子都在往外求钱财，求事业，求面子，他遇到事情就着急上火，一着急气就往上冲，长年累月下来，他的气全卡在胸口和脑袋里，下面是完全空的，上面火烧火燎的，下面冰凉似水。这就是老祖宗常讲的上盛下虚，气沉不下去，全顶在嗓子眼和胸口，能不胸闷气短吗？肚子里的5脏6腑长期得不到这股真气的按摩和推动，全都变成了一团死水。身体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慢慢就堆积成了那个硬邦邦的大肚腩。老李不明白啊，他还天天想着打听哪里的偏方好，想吃点什么名贵的药材来补身体。后来我告诉他，你那个身体的炉子底板都烂出一个大洞了，上面填再好的柴火，倒进去再贵的补药，全顺着底板漏光了，有什么用？你越补
虚火越旺越补，脾气越暴躁，最后全成了催命符。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想不通，大家总觉得老了就是老了，身体出问题了，只能全盘交给医院，靠吃药打针来吊着。但是你们要晓得，你身体里最厉害的风水，最顶用的救命药，根本不是外面花大价钱买来的东西，而是你自己的这口气，人活一口气。这句话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顺口溜，这是实打实的宇宙真理。你这口气怎么喘，决定了你还能活多久，决定了你晚年是在病床上插着管子痛苦的熬，还是无疾而终舒舒服服的走。我们大部分人活了大半辈子，连最根本的呼吸都不会了。你们现在停下来，仔细体会一下你现在的呼吸，是不是又快又浅？是不是一遇到心烦的事，气就全憋在胸口？这种又浅又急的呼吸，无时无刻不在消耗你的阳气，在折损你的福报和寿命。你的急躁，你的高血压，你的失眠根子全在这里。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把这个生死攸关的道理讲透。我们要想晚年过得安稳，要想把肚子里的这团病气怨气排出去，要想把流失的命力重新聚拢回来，就必须从头学起。学什么？学老祖宗传下来的呼吸法门，要把气降下来，把命根子留住。这就是不用你花1分钱的救命法宝，只要你肯静下心来听，照着我说的去琢磨。可是这浮在胸口的真气，到底该怎么把它压下去？我们身体这个炼丹的大炉子，它的底座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们，咱们人体的这个大炉子其实是分上下2道关卡的，上面这一道屏障，现在西医管它叫横膈膜，咱们老祖宗的中医经典里单叫一个膈字或者是膈膜，它是隔开胸腔心肺和腹腔肠胃的一堵墙，也是老祖宗眼里划分人体阴阳，隔开天与地的一道大关。而下面那个底座呢，老祖宗叫它地户或者叫海底，位置就在咱们骨盆的最底下，也就是拖着你5脏6腑的那层底网。你要想把这口气留住，要想在身体里练出长生保命的真气，第一步根本不是去张大嘴巴拼命吸气，而是要先把下面这个地户给稳稳的拖住，给死死锁住。你想想看，一个熬药的鼎炉，要是底下漏了一个大窟窿，你就算在上面加盖子，拼命往里面吹风点火，那热气和药效是不是全顺着底下跑光了？你底盘不稳，气机就散，气机一散，你的心神就跟着乱跑，命就薄了。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特别是操劳了一辈子的女性朋友，你是不是经常觉得小肚子那里有一种往下坠的感觉？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提点重物，咳嗽2声，就觉得底气兜不住了。身体最下面的这道关口有种守不住，甚至渗漏的难言之隐，去查体，大夫往往会说你这是中气下陷，内部的脏腑位置都在往下走，拖泥带水的。你们要晓得，这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肌肉老化，老祖宗讲这叫底气不固，地户失守。尤其是女性朋友，一生孕育生命，操持家务，耗费了太多的先天元气，底下这张无形的网早就松垮了。你以为你只是守不住体力吗？错啦，你漏的是命，是你身体里最宝贵的精气神。底座一松垮，你5脏6腑的灵气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天到晚往下掉，你天天在那边唉声叹气，
觉得浑身没劲。买那些成百上千的补药当饭吃，管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你底下的漏斗没堵上，吃再多的人参也留不住半点元气。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凡事皆有因果，种什么因结什么果。你平时做没做相，站没站相，一遇到点急事就慌张，身体的底座从来不知道收紧，这就叫漏气，这就是因果。结果呢，就是你真气外泄，外面的邪风病气趁虚而入，老了你就得受罪。所以老祖宗传下来一个秘法，叫做搓骨道，借假修真，把底下的关口锁住。讲到这里，我给你们讲讲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庄子的事。你们以为那些得道的高人天天就是在深山老林里打坐发呆吗？根本不是。庄子的眼睛毒得很呐，他天天看着世间百态。有一天，一个诸侯国的权臣跑来找庄子，这权臣刚在朝堂上吃了败仗，政敌天天算计他，他是一路快马加鞭逃难似的跑到庄子跟前，整个人冠服凌乱，满头大汗，双手死死撑在膝盖上，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连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他瞪着通红的眼珠子跟庄子大倒苦水，说自己天天晚上做噩梦，只要一闭眼就觉得有人要害他，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感觉这命马上就要保不住了，求庄子大发慈悲，给他指一条活路。庄子当时正坐在大树底下，连眼皮都没抬，手里慢悠悠地编着草鞋，冷冷地甩出一句话：众人之希矣侯，真人之希矣种。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的气全卡在嗓子眼里，这叫短命之相。那权臣一愣，赶紧摸摸自己的脖子，连冷汗都不敢擦了，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庄子把草鞋往地上一扔，指着他骂道：你看你遇到点事就心慌意乱，呼吸又短又急，像条缺水的鱼一样，只会在水面上吐泡泡，气到了喉咙就下不去了。你胸口能不闷吗？你五脏六腑能不像是被火烤一样吗？真正懂得保命的高人，他们的一口真气能顺着五脏六腑一直沉到脚后跟去。这里的脚后跟指的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是脚后跟那骨头吗？我告诉你们，它指的就是咱们人体气机的极深处，也就是我们要牢牢锁住的地户，并且这股气机要贯通海底，直往下沉，像大树扎根一样稳当。庄子怎么教那个权臣的？庄子让他别废话了，先盘腿坐下，第一件事，把海底那里的底气给我提起来，闭住这道关。这权臣刚把底气一收，他那本来东飘西荡惊恐万分的心神吧嗒一下瞬间就定住了。接着庄子让他把卡在嗓子眼的那口恶气顺着胸腔腹腔硬生生地往下压，一直压到底座上。就这么闭目做了半个时辰，那全程不喘了，冷汗也不流了，眼睛里的红血丝都退下去了，整个人像换了胎骨一样安稳。临走的时候，他恭恭敬敬地给庄子磕了3个响头。他知道这看似简单的闭底调息，其实是千金不换的救命之宝。大家看到了没有？你们现在很多人遇到点家里长短，儿女不听话，或者是身体哪里痛了，是不是就像那个权臣一样，气急败坏，脸红脖子粗，一口气全卡在嗓子眼里。你越急，气越往上冲，气越往上冲，你的底座就越松弛，时间长了，你的精气神全被抽干了。所以咱们要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把这个底座给锁上。怎么锁？其实这个法门就在你身上。你现在坐在椅子上听我讲话，
你不需要弄出多大的动静，也不用让旁人看出来，你就在心里暗暗地下一个指令，把身体最下方排泄的那道关口轻轻地往上一提，就像是你想上净房却又得忍着的那种感觉，把它收住。千万不要用蛮力去死磕，死磕你就浑身僵硬，血压升高了。要用那种若有若无、绵绵密密的巧劲。当你把这底气一收紧，你立刻就会感觉到你的下腹部自然而然的就往里收缩了，这就对了。这就说明你的地户已经关上了，顶颅的底座已经牢牢打好了。这时候你身体里原本像一盘散沙一样的气机才有了聚拢的根基。但是仅仅是锁住底座就够了吗？当然不够。底座修好了，不漏气了，我们还得往这个炉子里添风加火，让这股真气在你肚子里真正转动起来。这就好比老天爷借了你一把刷子，你要用这把刷子配合着呼吸的推拉之法，去清扫你五脏六腑里的污垢。这上面老祖宗说的隔膜和下面的地户配合起来，到底该怎么借假修真？怎么在你身体里拉起一个巨大的天地风箱，把真火给烧旺呢？我告诉你们，这套老祖宗传下来的呼吸法门，现在外面很少有人能给你讲得这么透。很多人教你深呼吸，就是让你傻乎乎的张大嘴巴吸气，肚子一鼓一瘪的，结果练了半天头晕眼花，血压还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锁地户推天门的火候。今天我在这里就把这层最核心的窗户纸给你们捅破，你们竖起耳朵听好，最好现在坐在屏幕前就跟着我一起做。第一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先把底座给稳住。你现在坐在那里，不管是藤椅还是沙发，腰板稍微挺起一点点，别像个软骨头一样塌在里头。然后在心里暗暗下个指令，把海底那道关口，也就是大小便的那个地方，轻轻往上一提。记住啊，是轻轻的，若有若无的，带着一点点意念就行，千万别用蛮力绷得面红耳赤。底气一收好，你的风箱就成了个不漏气的铁桶了，根基打稳了。接下来咱们开始拉这个天地大风箱。怎么拉？先吸气。你们要晓得，平时你们遇到烦心事或者走快了2步，吸气全是用嘴巴丝丝的往喉咙里倒抽，肩膀跟着一耸一耸的，那叫苟延残喘，那不叫纳气。真正的吸气要把你的胸膛完全打开。你想象一下，天地之间最干净最清朗的真气顺着你的鼻腔像清泉一样潺潺地流进来。这时候你要让你的两边肋骨向外扩，胸腔像一朵莲花一样不疾不徐地绽放开来。你吸气的时候不要去刻意管肚子鼓不鼓，就让胸膛吃饱撑满，把这口天地清气给纳进来。好，气纳满了，最关键的能生出真火的推拉功夫来了。你把双手像我这样轻轻地平放在你的下腹部，也就是肚脐眼下面那一块，然后开始慢慢地呼气。呼气的时候你要主动发力，让你手底下的肚皮一点一点地往里收，往后背脊柱的方向贴。你一边绵绵密密地往外吐气，肚子一边往里憋。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仔细体会一下你身体深处发生了什么。你想想看，你下面海底的底座是提着的，锁死的，底气没漏，你前面的肚皮又在用双手配合着往里挤压，你肚子里的这团气没地方去了呀，它不能往下走，不能往前走，它只能往哪里去？它只能被这股强大的内部压力硬生生的往上顶，往上一顶，顶到哪里了，就结结实实的撞上了咱们刚才说的
胸腔和腹腔中间的那道屏障隔膜，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借假修真。你肚皮这么一收，底盘一脱，内部的气压瞬间飙升，这就仿佛是你身体里凭空伸出了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往上一推，把那层隔膜高高的顶了起来。这一下不仅把你肺叶最深处那些平时根本呼吸不到的脏东西旧病气像挤海绵一样给挤了出去，更重要的是这股向上的顶力在你的五脏六腑之间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摩擦力和内热。我告诉你们，当你把小腹收到极点，隔膜被气压顶到最高点的时候，就在这呼气和下一次吸气交接的那个停顿的刹那，你会突然感觉到在你的肚子最深处，在肠胃的后面有一种酸酸的胀胀的，甚至带着一点隐隐发热，像火苗一样在燃烧的感觉。很多人一练到这里心里就发毛，一遇到这种深层的酸胀感就害怕了，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练错了，是不是岔气了，我是不是把内脏挤坏了，错了。我跟你们讲，不仅没坏，反而是你真正摸到门道，捡到宝了。这股在五脏六腑最深处燃起来的酸胀感，就是老祖宗梦寐以求的三昧真火。你们要晓得，我们平时出去遛弯、打太极、跳广场舞，甚至做那些剧烈的运动，最多只能活动活动胳膊腿的表面皮肉。你哪怕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你肚子里的五脏六腑还是死气沉沉的，还是一团化不开的冰冷死水。但是通过这种锁住底盘往里收肚子推隔膜的呼吸法，这股升高的气压和真火越过了所有的表皮肌肉，直接就触及到了你生命最深处的核心。它就像是用一把带着温度的纯阳铁烙，在你那些常年淤堵的冰冷的结块的五脏六腑上结结实实舒舒服服地熨烫了一遍。所以咱们不着急，你现在再跟着我做一遍，细细的品。先把底座提起来，收好守住，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让胸腔向四面八方完全打开，像迎着太阳的花一样绽放。好，气息稍微一满，马上转为呼气，双手按住小腹，肚子跟着气流慢慢往里瘪，往里收，向内挤，用心去感受那个气压在肚子里一步步飙升，像海浪一样向上冲撞那层隔膜。隔膜被顶上去，把你下垂的肠胃、五脏六腑全都给稳稳兜了起来。去细细体会肚皮最深处贴着脊梁骨的地方，那种火辣辣的、酸胀的、被唤醒的感觉体会到了。好，再慢慢放松肚皮，重新吸气开胸，这就叫一呼一吸，一推一拉，多天地之造化。你每一次这样深长的带着压力的呼吸，其实就是在给你肚子里的心肝脾肺肾做了一次最深度的彻底的洗礼。可是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你以为这仅仅是像揉面团一样，物理上按摩一下内脏就完了吗？绝不是这么回事。这股真火在你肚子里烧起来之后，它到底会烧掉什么东西？它从你毛孔里逼出来的真的是普通的汗水吗？等这团火烧透了，它又能给你这衰老的身体里变出什么起死回生的宝贝来？这里面的水可深着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能靠着这一呼一吸，把身上多年的顽疾，甚至是纠缠了半辈子的业障给化解掉的根本原因。我告诉你们，这团火烧掉的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食物残渣，而是你大半辈子积压在肚子里的业障和怨气。你们要晓得，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不光是用来消化饭菜的，它更是用来装情绪的。
你这辈子生过的闷气，发过的邪火，受过的委屈，担惊受怕，熬过的夜，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就算了？错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你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在你身体里留下痕迹，那些没有发泄出去的毒气怨气，全都在你肚子里结成了冰，变成了寒气，变成了硬邦邦的死肉。你想想看，你平时生气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胸口堵得慌，连饭都吃不下去？老祖宗说气大伤肝，思虑伤脾，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变化。你的五脏六腑被这些阴暗的冰冷的怨气包裹着，就像泡在臭水沟里一样，它能不生病吗？去医院一查，什么结节啊、肌瘤啊、囊肿啊全冒出来了。这时候你靠刚才讲的那个风箱拉法，把底座一锁，把肚子往里一收，横膈膜往上一顶，那一瞬间产生的高压和真火，就像是一把烧红的铁烙，直接怼在了那些万年不化的冰块上。每一次呼气，肚皮往里一挤，就是在给你的五脏六腑做一场彻彻底底的超度，把那些藏在犄角旮旯里的病气、邪气、霉气，硬生生的从你汗毛孔里，从你呼吸道里给逼出去。前几年有个60多岁的王大姐找到我，这大姐是个苦命人，也是个老好人。年轻时丈夫做生意赔了钱，她一个人打3份工帮着还债，婆婆瘫痪在床，她端屎端尿伺候了整整8年。后来日子好过了，儿子却极其叛逆，天天跟她对着干，丈夫也对她冷若冰霜。王大姐不敢发火啊，她习惯了隐忍，所有的苦水全往肚子里咽。她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整个人面如死灰，眼皮耷拉着，隔不到1分钟就要长长的叹一口气。她跟我诉苦，说自己这几年身体全垮了，甲状腺也有问题，最痛苦的是那个肚子硬得像块石头，怎么揉都揉不开，整宿地胃痛失眠。我一看她那个面相死气沉沉的，我就跟她说，大姐，你这肚子里装的不是饭，是一座活火山啊！你怨丈夫不体贴，你恨儿子不懂事，你委屈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落得个浑身是病，你这些怨气全淤在肚子里，把你的生机全给堵死了。药能治病，治不了命，你要想活得，先把这口恶气吐出去。怎么吐？我就教他练这个锁地户推天门的腹式呼吸法。一开始王大姐根本收不住底座，气也压不下去，肚子那块硬疙瘩就像一块铁板，按都按不动。我告诉她别急，心放平，慢慢耗。回去之后，她每天天不亮就坐在床头，按我教的提肛锁底，吸气开胸，呼气的时候双手死死按住下腹往里挤。练到第7天早上出了个奇事，她那一次呼气咬着牙把肚子往里收到极点，横膈膜猛地往上一顶，突然间她觉得肚子最深处就像划了一根火柴，轰的一下，一股极其酸胀辛辣的热流直冲心窝。紧接着她控制不住地打了一个巨大的响嗝，一股酸臭难闻的气体从胃里翻腾出来。这一个嗝打出来，王大姐突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她一边哭一边继续大口大口的呼气收肚子。她觉得这些年受的委屈，那些在深夜里流过的眼泪，全跟着每一次往外推的呼气像排洪一样倾泻而出。那天早上她浑身上下出了一层黏糊糊冷冰冰的臭汗。等她哭透了，汗出透了，奇迹发生了。她摸摸自己的肚子，原来那块硬邦邦像石头一样的东西软了散了。那天中午她破天荒地吃了一大碗白米饭，
觉得饭菜从来没这么香过。从那以后，王大姐像变了个人，气脉一通，她心里的那些死结也跟着解开了。她不再天天盯着丈夫和儿女的毛病唠叨，每天笑呵呵的，走路也轻快了。你想想看，一个家庭里，女主人要是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家里的风水能好吗？绝对是一团糟。现在王大姐心里亮堂了，气顺了，家里那种压抑的磁场瞬间就变了。丈夫愿意早回家了，儿子也愿意跟她亲近了，这就叫命由心转，气通运转。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肚子里干净了，没有那些脏东西占地方啊，老天爷才会给你赏好东西。什么好东西？你按照这个呼吸法，把呼气做到极致，肚子瘪到极点，真火烧起来之后，接下来你放松肚皮，自然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你的嘴巴里，尤其是舌头底下，会鼓鼓地冒出非常清甜的口水。这种口水，老祖宗叫它津液，也叫先天甘露、长生酒。你们要晓得，现代人动不动就口干舌燥，天天抱着保温杯喝水也不解渴。为什么？因为你身体里的火全飘在上面，水全积在下面，水火不济，变成了一滩死水。现在你通过底部的挤压，在肚子深处点起了一把火，这把火在下面烧，把你五脏六腑里的津液像蒸包子一样给蒸腾了上来，化成了甘霖，落在了你的嘴巴里。这满口的津液根本不是普通的口水，这是你身体内部阴阳交泰、性命双修提炼出来的最宝贵精华。有了这口甘露水，你千万别吐掉，你要像咽下一口仙丹一样，咕咚一声咽进肚子里，用意识引导它一路沉到你刚刚所住的那个底座上去，这就叫玉液还丹。你天天这么去按摩你的五脏，天天去咽这口自己身体里生出来的甘露水，你的脾胃怎么可能不好？你的睡眠怎么可能不沉？你那满脸的色斑、皱纹自然而然就被这股生气给化开了，这比你抹什么名贵的护肤品都管用10000倍。所以你每一次呼吸都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大扫除。呼气是把你半辈子的业障、不甘心、病气全扔出去，吸气和生出的口水是把天地的清气和福报一口一口的咽进肚子里。但是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咱们很多人啊，有个天大的毛病，就是贪心。一听说这个法子能治病、能保命，生怕自己练得不够狠，见效不够快，就去外面乱打听，或者不知道从哪个人嘴里听说了个什么叫逆腹式呼吸，甚至一上来就憋着一股蛮劲去强行挤压肚子。我告诉你们，如果你肚子里的冰块还没化开，气脉还没通透，你敢这么强行去练，那就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为什么我会这么严厉地警告你们这里面的凶险和禁忌？你们接下来必须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晓得，这口保命的真气从来不是靠你咬牙切齿用一身的着力硬憋出来的。呼吸和你的心念是一体两面，死死绑在一起的。你的心还没静下来，脑子里全是一团乱麻，这时候你强行去加压，这就好比在一个装满火药的炉子里强行拉风箱，不仅化解不了业障，反而会把这股邪火逼进死胡同，这叫走火入魔。真正能把浊气排干净，把命力养出来的，关键全在4个字：静心调息。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去仔细观察一下咱们周围那些活到90岁、100岁无疾而终的老人家，哪有一个是天天暴跳如雷、急不可耐的？一个都没有。他们平时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大多是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心里头绝对不存隔夜的烂事。你以为他们长寿，仅仅是因为少吃了几块大肉，多吃了2口青菜？错了，是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暗合了老祖宗调息静心的门道，呼吸一慢下来，心境就平稳了。人不作恶念，不发邪火，这在无形之中就是在给自己、给子孙积攒天大的清净福报，这叫暗合道妙。他们肚子里那股气是沉得住的，把身体里那些能折寿的急躁怨气全给化解了，所以他们能活得长久。讲到这里，我给你们说个古人的真实经历。晚清的名臣曾国藩，大家总听过吧？他可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稳如泰山、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中年的时候，带着队伍在外头打仗，那是真正的腥风血雨啊！你想想看，每天几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前线的生死存亡全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朝廷里还有政敌在背后天天写奏折捅刀子，他那个急啊，那个气啊，整天就是咬牙切齿，睡不着觉。这股巨大的火气和杀念找不到地方发泄，全憋在了他的肚子里。佛法讲得很清楚，相由心生，病由业起。这股怨毒的业力浊气在五脏六腑里越积越多，最后就全从他的皮肤上爆出来了。他得了一种极其严重的癣疾，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牛皮癣。那时候的曾国藩到了晚上在军帐里，那是痛不欲生，浑身上下奇痒无比，像有千万只蚂蚁在骨头缝里咬。他一边看着紧急的军报，一边不停地抓得身上鲜血淋漓，皮肉溃烂，连衣服都粘在血肉上撕不下来。他烦躁的双眼通红，胸口剧烈的起伏，连呼吸都带着一股燥热的铁锈味，脾气大得恨不得拔刀杀人，身边连个敢上前倒水的亲兵都没有。就在某一个痛苦不堪的深夜，曾国藩突然惊醒了，他猛地意识到，我这哪是生病啊，我这是业力现前了，这是我心里的戾气、杀气、怨气化成了身体里的毒瘴。如果再这么心浮气躁，任由这股邪火往上冲，根本不用等敌人来打，我自己就先被这团毒气给反噬烧死了。于是他痛下决心，给自己立下了一个铁打的规矩，不管外面的战况多么10万火急，不管朝廷的圣旨吹得有多紧，每天必须抽出时间闭门静坐调息。他脱下带血的衣服，盘腿坐在冰冷的行军榻上。刚开始坐下的时候，心哪里静得下来，满脑子全都是刀光剑影，死尸遍野，呼吸就像破烂的鼓风机一样，又短又粗，全卡在喉咙眼里。但他咬紧牙关，按照老祖宗的法门，时时守住下盘的地户，把所有的注意力硬生生地从烦恼上扯回来，全拴在自己的呼吸上。他逼着自己把这口气放慢放长，用鼻子吸气，一点点去撑开憋闷的胸膛，呼气的时候一点点地把肚子往里收，把气往下压，就这么死死地熬着。慢慢的奇迹出现了，他渐渐听不到帐外战马的嘶鸣声和士兵的巡逻声了，耳边只能听到自己极其深长细匀的呼吸声。随着他每一次深深的把小腹往里挤压，把那口沉淀在底下的浊气吐出去，他觉得心头那团燃烧的烈火
变小了一点，那股恨不得跟人拼命的暴虐之气变淡了一点。一连坚持了几个月，他不吃什么名贵药材，就靠着这一呼一吸，身上那些溃烂的牛皮癣竟然慢慢结痂脱落，最后连一点疤都没留。更不可思议的是，从那以后，曾国藩仿佛脱胎换骨，哪怕遇到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他也再不会拍桌子骂娘了，整个人变得极其沉稳安静，他的眼界和格局彻底打开，最终化解了所有的危机，成就了一番大业。我告诉你们，曾国藩治好牛皮癣，改变了前半生那种焦躁的命运，靠的是外面的神仙妙药吗？根本不是，他靠的就是那一口缓慢绵长的呼吸，把自己五脏六腑里的杀气、怨气、业力、浊气全给融化掉了。咱们在座的各位，你们现在老了，虽然不用去带兵打仗，但你们静下心来仔细想想看，你在家里跟老伴儿吵翻天，为了儿女的工作婚姻急得整夜睡不着，甚至去菜市场买菜，为了2毛钱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心脏狂跳，你那一瞬间动的心火和曾国藩当年在战场上的杀气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全都一样，全都在折损你的命力，全都在往你的五脏六腑里灌毒药。只要你一生气一着急，你的呼吸马上就变得急促，胸口发闷，底下的地户大开，最宝贵的底气瞬间全漏光了。这时候你的内部气机全乱了套，你的身体就会不受控制的分泌出各种有毒的物质。西方医学管这叫炎症因子，咱们老祖宗管这叫业气淤堵。这些业气堆在身体里排不出去，日积月累就是结节，就是肿瘤，就是让你晚年痛不欲生的病痛根源。相反，只要你能想起来，我今天教你的这个法门，哪怕遇到天大的烦心事，你先闭上嘴巴不说话，把底盘轻轻提住，深深的纳一口干净气，再缓慢的把肚子往里收着呼出去。我跟你讲，只要这3-5个呼吸慢下来，你的心跳立马就稳了，那些冲到脑门上的邪火就退了，你的理智就回来了，身体马上就会生出我们上一章讲的长生酒、甘露水来滋养你。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动作，这更是在实打实地修行改命啊！你一念放下，不发脾气了，家里就没有了砸锅摔碗的争吵，老伴看着你顺眼，儿女看着你也觉得慈祥温和，你们家里的风水立刻就顺了。这就叫调息，就是调心，调心就是改命，一念之转，胜造7级浮屠。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这个法子这么好，为什么我还要再三的拦着你们，绝对不让你们初学者去练那个进阶的逆腹式呼吸？甚至有很多人按照我刚才教的最基础的顺势呼吸去练，练了几天跑来找我诉苦，说南师啊，我怎么按你说的收肚子，可是肚子深处根本没有发热发酸的感觉，反而觉得胸口更闷，头更晕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给你们点破的一层致命迷障。为什么你会没感觉？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的气脉早就被你大半辈子久坐不动的坏习惯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心绪给死死的堵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淤堵又该怎么破局？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很多人按照我刚才教的最基础的方法去练，练了3天5天跑来跟我抱怨，南师啊，我怎么按你说的收紧底座往里收肚子，可是肚子深处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发热发酸的感觉，反而觉得那里像是一块铁板，按都按不动呢？
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觉得是不是这套法门不灵，或者是自己太笨学不会。你们要晓得，这根本不是法门不灵，而是你身体里的气脉早就被你大半辈子的坏习惯给彻底毒死了。你想想看，咱们现在的人一天到晚就是坐在椅子上沙发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电视打麻将，你的下半身气血根本就不流通。不仅如此，咱们老祖宗里的那些大义高人最讲究的就是饮食起居的规矩，强调吃东西要顺应天时，要温润养胃。可你看看你们现在大热天的非要喝冷饮，天天大鱼大肉，把那些油腻的阴寒的食物往肚子里塞，日积月累下来，这些阴寒之气加上你平时生闷气积攒下来的怨毒之气，全顺着重力往下沉，全结在你的小腹和骨盆腔里，在你的肚子最深处早就结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大冰坨子。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女同志，年轻的时候生儿育女，上耗费了多少先天的气血，下盘本来就空虚，再受点风寒，那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现在刚刚学会把底下的地户提起来，刚刚学着用双手推压肚子，你产生的那一点微弱的真火，就好比是在黑夜里划亮了一根小火柴。你想想看，你拿一根小火柴去烤化你肚子里那座几十年的大冰山，能马上有感觉吗？冰块还没化开，水还没烧热，你哪里来的酸胀感，哪里来的通透感？这个道理很简单嘛，佛法讲得很清楚，欲速则不达。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老祖宗讲的水滴石穿的耐心，没有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说明你的真火正在和那些坚冰业气暗暗的较劲。只要你每天坚持提底坐，自然开胸，绵绵密密的推按收腹，那座冰山早晚有一天会被你融化。可是咱们现代人啊，就是太浮躁，太心急，凡夫为果，菩萨为因。大家一看练了没几天不见效，心里就痒痒了，不去反思自己种下的淤堵之因有多深，反而开始急功近利，自己瞎琢磨他们是怎么干的。他们觉得既然轻轻收肚子没感觉，那我就用狠劲，吸气的时候咬牙切齿，呼气的时候脸红脖子粗，用全身的蛮力死死地把肚子往里勒。更有甚者，故意憋着一口气在肚子里不吐出来，拼了老命的去挤压五脏六腑。这就是我今天必须要狠狠敲打你们，严厉警告你们的地方。如果你肚子里那一团冰坨子还没化开，气脉还没通畅，你敢用这种蛮力憋气去强行冲关，那就是在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这有多可怕你们知道吗？这就好比是你身体里有一个破旧的长满了铁锈和泥沙的老水管，你要通这个水管，本来应该用温水一点一点的冲刷，可你现在倒好，你把水管的两头死死的堵住，然后接上一个几千瓦的高压气泵，拼命的往里头打气加压。你想想看，那管子里的泥沙全被高压给卷起来了，可是两头都堵着出不去，最后会怎么样？砰的一下，管子就炸了。你身体里的那些寒气、业力、毒素本来安安静静的窝在下腹部，你用这种憋气蛮干的方法猛地一加压，这股极其强烈的邪火和浊气被你逼得走投无路，它排不出去，只能往上冲，顺着你的脊梁骨一股脑的全冲到你的脑门和心脉上去。我告诉你们，气机一旦逆乱，后果不堪设想。有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这么强行憋气加压，练了没几天，突然就觉得头晕目眩，血压噌的一下飙升，晚上躺在床上烦躁的想砸墙，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更严重的，这股邪火冲上头顶散不开，直接导致中风偏瘫，连命都保不住。这在老祖宗的修行话语里叫什么？这就叫走火入魔。你本想求长寿，结果却因为贪心和急躁变成了催命符。所以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在座的各位老朋友，你们这把年纪了，千万不要去贪图什么猛烈的见效，大道至简，平常心就是道。你就老老实实的把底座提起来，自然吸气开胸，缓缓呼气收肚子，用这股最温和最自然的三昧真火，一天一天去洗刷你的五脏六腑。只要功夫到了，水自然就到渠成。好了，今天絮絮叨叨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咱们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听完后面忘了前面。为了让你们能把这套救命的本领真真切切的带回家，我最后再跟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个关键点，打死也别忘了。第一件事，打死别做，就是我刚刚警告过你们的，千万别去贪功冒进，千万别用蛮力去憋气，去死勒肚子。你们要晓得，那是自寻死路。你的气脉还没通，肚子里还有冰块，就老老实实的用文火慢炖，不要去搞那些强行加压的危险动作。这几步动作你们每天一定要照着做。第一步，不论你是坐在椅子上还是床头，先把下面的地户给我锁住，去找那种微微憋尿的感觉，轻轻往上一提，这叫固本培元，底座不丰，你吃仙丹都没用。第二步，缓慢的吸气，把你的胸膛像莲花一样自然打开，纳天地的清气进来，不要耸肩膀。第三步，呼气的时候，双手平放在小腹上，配合着肚子往里收，底盘锁死，肚皮往里挤，借着这股平缓的内在气压，把你身体里的那层隔膜往上推。最后在这个推拉之间，你嘴里伸出的那口清甜的口水千万别吐掉，那是老祖宗说的先天甘露，你要咕咚一口咽下去，那是能化解你五脏六腑百病的良药。这个道理很简单，动作也不复杂，连小孩子都能一听就懂。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能不能每天坚持，难的是你能不能把那颗浮躁的心真正给按下来。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为心造。我今天教你们的这套腹式呼吸的法门，表面上看是在调理你的气血，是在按摩你的五脏六腑，但往深了讲，这是在帮你们降服其心啊。你想想看，你每天花上10几20分钟，不看电视，不唠家常，不生闷气，就是安安静静的坐着，守住自己的底座，听着自己深长匀称的呼吸声。这个时候，你脑子里没有了对儿女的抱怨，没有了对疾病的恐惧，你整个人就和天地之间最纯正的气机融为了一体。人只要心一静，百病自然消。你脾气变好了，不跟老伴儿吵架了，家里头和和气气的，子孙后代看着你也是觉得慈祥亲切，这就是最好的风水。我告诉你们，风水不在别人家的祖坟上，不在你花几万块钱买的那个算命摆件上，最大的风水就在你自己的心念里，在你的每一次呼吸里，这就是改命改运的根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吃苦受累大半辈子，临了，最重要的就是把这副皮囊保养好，把这颗心修干净，
今天我坐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跟大家掏心窝子，其实就是在广结善缘。既然大家有缘听到了这套老祖宗的保命法门，我希望你们不要自私，不要只想着自己一个人偷偷练。老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人，你们的老战友、老闺蜜，或者是那些正在受病痛折磨、每天愁眉苦脸的人。你想想看，你这随手的一个转发，可能就点醒了一个正要发大脾气的人，可能就让一个常年胸闷气短、四处求医的老朋友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你一句善意的提醒，让他少生一次气，少受一次罪，这就是在实打实地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这也是你在为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攒天大的福报，功德无量。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所启发，对你的身心有实实在在的帮助，请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们每一次的点赞和转发，都是在人世间传递一份善念。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善言，不管是写一句心平气和、夜宵抚长，还是写一句气沉丹底、福寿绵长都可以。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我们今天成千上万个有缘人，大家的善念汇聚在评论区里，那形成的正向磁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写下的每一句祈福，最终都会化作无形的甘露，加持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晚年安康，百病不侵。好了，话之于此，法无定法，贵在坚持。大家各自保重，慢慢练，慢慢修。